长，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露营车。露营车，哇，漂亮吗？你看上面有惊喜。因为今年10周年，所以就比较特别一点。看，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胡姬花，非常美，这些都是蝴蝶兰。那个是你在在学拉二胡。我们的联络所有花乐团，所以他们要求我去学一下怎么去拉那个二胡。可是我拉了，他们说好像在杀鸡。是这样的，不会拉不好听。我看你这里又拉二胡啊，然后这边又好像是有一些户外的这是花皮花亭啦，是跟我们的居民呢每个月去玉朗湖。还有看到你那边在做蛋糕吗？这是在疫情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视频来教居民怎么样去直接做一些巧克力蛋糕。哎，我有看到这个这是我的姨妈的一个凤梨酥，我从小就吃。今天我有口福吗？我带来一盒，就听到我想带她的凤梨酥上电视，她是非常高兴，特别帮我们做了。那我应该有口福，那我们就下去尝一尝，好不好？来，好的，这边。这个黄梨塔还这么特别，有心形的。对。要做这个是很考功夫的，很耗时间。你有跟他一起做过吗？我只是吃而已。我今天也特别准备的这些娘惹糕，对，有没有你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这是 one day。对，你最喜欢这个？非常喜欢吃，这个也是像龟沙拉。你为什么会对娘惹糕那么情有独钟呢？因为我们都是长大吃娘惹糕嘛。我父亲是福建籍贯，母亲是娘惹。所以我们久而久之的长大了是要寻找我们的根源了。部长，你知不知道我拍过小娘？你有看吗？有看，跟一家人一起看。你来啦，还好来得及。我听桃姐说，陈家少爷长得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你没看见他吗？看见啦，那你怎么会不知道？因为我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那你当时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们觉得，娘惹怎么华语这么好呢？因为娘惹都是讲那个巴巴诺尼亚的话嘛，就是马来话掺福建话。我感觉好像部长你的家族蛮大的。我父亲那边他总共是11个兄弟姐妹，他排最小。我母亲那边那个家庭没有这么大，可是娘惹的那种家庭，巴巴诺尼亚是很注重饮食，很注重食物。对，所以他每次阿姨有来的时候，就是家庭聚会啦，就是煮那个asam pedas那个ayam pongteh啦，ayam bakar啦，一点点啦，还有那个螃蟹叫bakwan kepiting。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一道菜？当然是 ayam bakar 啦，就是配那个饭吃。可是问题是它这是津津有味了，你越吃越饿了，就是吃越多白饭。另外一种是那个三包的虾，三包手冻。我的阿姨就煮的时候呢，也是一碗饭呢，把那个三包全部好像涂在那个饭上面了，这样搅了就吃了。那你也是这么吃吗？是的，当然会增肥了，所以要控制一下。部长，我看你这个大忙人，有没有一些业余的时间会做一些你喜欢的嗜好呢？其实我喜欢在水上划皮划艇。除了皮划艇，你还去捡垃圾啊？捡垃圾，对。怎么捡？你用手这么捡啊？不是，是用那个桶跟那个钳子。好像有桶跟钳子是吧？当然要穿这个救生衣，对吗？就是最基本的安全措施。然后呢？这是那个划桨。做那个皮划艇的时候，拿一个桶和一个钳子，看到垃圾就捡那个湖的垃圾，因为我们玉朗湖是在那个工业区嘛。每逢下雨的时候，那个龙沟会把那个垃圾从工业区就是冲进那个玉朗湖，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大自然环境。
所以我们呢每个月呢人民协会会为不同社区的一些基层跟一些居民呢，就是去玉兰湖一边划皮划艇欣赏大自然，做点运动，一边为我们的玉兰湖出一份力来清理这个垃圾。那我很好奇，因为那个很窄的嘛，然后你可以示范大概一下，你这个桶会在哪里呢？如果你是这样子，就在我的前面啊，比方说哦，所以这个是那个皮划艇，然后那个桶就会在你的前面。前面，对。然后呢，然后你就会这样滑了。这个不会掉吗？不会，就在船上吗？哦，你要窄一点嘛，不会窄就掉了。哦，对，就是我那 OK， 你就这样滑，然后你就，可是你一边要滑，你怎么一边？比方说看到那个垃圾就要放慢速度，不然的话你就会越过那个垃圾的位置嘛，就是停顿下来，然后就拿那个钳子去捡那个垃圾，放进个桶里面，然后有时呢太远的话就用这个去勾划桨呢去勾去勾把那个垃圾距离拉近了，就把它放进垃圾桶了。那个桶满了就回岸了。如果是我呢，因为我会晕船，我会一边滑一边。其实去年我们在那个湖中，我是看到一包浮在水上的那个塑胶袋，所以我就用那个钳子把它拿起来，就里面是水。那要倒这个桶之前呢，那个塑胶袋因为在那个日晒雨淋嘛太久了，它就破了，是人家他呕吐了，就放呕吐在包里面，所以即刻要回岸去冲凉。部长，你刚刚提到说你有姑姑要照顾你的祖母，是不是？对，我小时候就是3代同堂。我的祖母呢，她以前照顾我们呢，可是因为中风，所以瘫痪了多年。那当时我的二姑就是住在我们的家，因为父母做工嘛，所以她帮助照顾我的祖母。可能要帮她洗澡啦之类的，用厕所啦等等啊，所以就是蛮辛苦的一份工作。所以呢，刚才我们在购物中心见到陈先生，还记得吗？对，他谈到这个乐龄1计划升级版，这些轻乐龄设施，让我们的乐龄人士呢，可以在家中安享晚年，不怕跌倒，不怕有什么风险呐。除此以外呢，可以帮助看护者把年长者带到厕所的时候，如果那个厕所门有一个门槛，那就把那整个轮椅抬进去，抬上抬下，过了一段时间就会造成一些压力。你的姑姑也是需要这样子，对，抬上抬下。虽然年纪小，可是亲眼目睹了嘛，那些辛酸现在新加坡有这个能力，对，就尽量去推出这些轻乐龄的项目了，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乐龄 SG 的计划下。那部长，你小时候3代同堂一起住，那还有那个居住环境啊？我小时候还记得吗？居住环境是住在发拉路咯。然后呢？那座祖屋还存在，电梯口一出就是4个门4个家庭。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那个门都是开着的，然后邻居都是互相认识的，就是那种干崩的一种精神啊。可是久而久之，我们这比较现代的那个生活，每个人都比较繁忙，每个人也是非常注重隐私，所以回到家门是关上，互动这个交流的那个机会就比较少了。所以我们人协的这些拉近邻居的这些活动呢，是特别重要。比方说大日子的时候，就是圣诞节啦，华人新年啦，等等啦，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主办活动，给邻居多认识彼此。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他说其实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政府祖屋的计划跟这个政策很好，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个家嘛。对。但是我有时候也是会听到一些人说，哎呀，我买不到屋子啊，或者我标不到屋子啊之类的。其实我们呢，在2021年到2025年呢，已经承诺，就是推出高达10万户新的祖屋单位，尤其是要帮助那些首次购屋者啦。可是疫情很严重的打乱了建屋局的那个施工的进度，
所以我们明年2025年初才能够完成所有被延误的祖屋的那些工作项目。除此以外呢，这几年婴儿潮一代的孩子 ，Echo Boom 呢，就是说我们的20多岁、30多岁的国人啊，他们目前呢这几年已经成年了，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族群。OK， 可能他们也成家了。对，三代同堂越来越少，夫妻跟孩子的那种家庭组织是比较多。单身人士也是比较多，他们也要买属于自己的家。所以其实这个买祖屋的那个需求呢，还是蛮强劲的。为了应付这个现象，我们第一呢，推出更多的新祖屋，高达10万个新祖屋。第二呢，我们实行了几轮那个降温措施，来控制那个市场攀高的现象。那这个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房屋市场呢，始终是周期性的。听过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就埋怨了说，哇，因为疫情，他们等那个新祖屋等了很长时间。目前呢，这个新祖屋的等候时间是大约是4年了。可是从今年起呢，我们会开始推出2000到3000个等候时间较短的祖屋，等候时间呢就是少过3年。那长远呢，我们计划呢就是把这些 shorter waiting flat 的那个占整个预购祖屋的比例给它弄大一点。这个 shorter waiting time flats 有没有分地段呢？没有，这个是在全国不同的地方推出这些shorter waiting time 的一些单位。据我所知呢，今年的预售祖屋好像也有了个新的框架。那我们从今年10月的预购祖屋销售活动起呢，会开始实行我们的新祖屋分类框架。第一个是 Prime HDB Prime 黄金地段的祖屋，第二个是这个优选地段祖屋HDB Plus， 另外是这个 Standard Flats 标准地段的祖屋。标准地段的祖屋其实呢，在我们的新祖屋的供应方面呢，会占最大的比例了。所以居民不用担心没有那个标准地段的祖屋。那相比呢，有些祖屋的那些项目呢，可能是在市中心或者在市中心附近。他们可能呢交通特别的便利，比方说他们靠近地铁站或者靠近一些交通枢纽。第三呢，它的周边可能有非常齐全的一些设施。我们就是把它称为黄金地段的祖屋或者优选地段的祖屋，给予更多的津贴，才能够让这2种新的祖屋分类的单位呢，可以让更广泛的国人可应付得起。那要公平来讲呢，我们必须实行比较严格的一些条件，比方说这个 MOP，标准地段的祖屋呢，5年之后是可以卖。可是黄金地段祖屋跟优选地段祖屋呢，它的那个最低居住年限就是 MOP 是延长到10年。然后在第一次转售这些新祖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收回一部分的他们的那个当初的津贴，因为他们有收到额外的一些津贴嘛。推出这样的一个框架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地点比较优秀的一些地段呢，继续新建祖屋。实行这个新框架，我们能够通过新的条例跟更高的津贴，让更广泛的国人买得起这些祖屋，确保呢新加坡每一个市镇、每一个邻里呢有这个社交的那个凝聚力 （social mixing），80%的国人住在祖屋，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跟全世界比起来，我们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制度。我们要继续保持这种社会凝聚力。我身为一个新加坡人，我也真的感到很骄傲。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部长，谢谢，带我认识了文理，
也给我带来这么好吃的这个黄梨塔。常常来拜访。谢谢你，也帮我谢谢你的阿姨。一定的，一定。谢谢好。